我很满意我的驸马，因为他洁身自好，知情识趣，所以我看到他给表妹剔伺候，我没说什么，只是当晚命人备了100条鱼，扔在他面前。男人这种东西，能学乖就将就着用，学不乖就换一个。毕竟本宫生来爱干净，容不得半点肮脏。宁请一道。参见殿下。表小姐，殿下来了，快起身行礼。长公主安。大家继续吧。表哥，这鱼刺好多，你能帮人家剔一下吗？我小时候不会吃鱼，一直都是你给我剔的呀。谢谢表哥，就知道表哥最疼我了。去买100条做好的鱼，今晚送到本宫房里。是。姐姐真是好福气，走到哪儿都有人伺候，不像我，身边连个使唤的丫鬟都没有，想吃口鱼还得求表哥帮忙。哪来的乡野丫头，好没规矩！姐姐恕罪，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。我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心直口快惯了。说起来，我真的很羡慕姐姐呢。表哥争气，一下当了户部侍郎；姐姐借表哥的光，一下子就成了侍郎夫人，真是好福气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父母双亡，我是看你可怜才把你接入府中的。你一个旁支表亲，怎么敢跟殿下互称姐妹？殿下是陛下亲姐，当年杀敌无数，替陛下打下这赫赫江山，才获封镇国长公主。咱安远侯府也是多亏了殿下庇佑，这才得以保全。什么借你表哥的光？你以为她是你这种无知夫人吗？还不快给殿下赔罪！表哥，我给殿下道歉，殿下宽和，不会同你计较。你既来了府中，便要守府里的规矩。殿下恕罪，是民女嘴笨，还请殿下别跟民女一般见识。本宫累了，先回府了，你们慢用吧。若兰，青姨，你不是累了吗？怎么还未睡下？我在等你啊。这是做什么？你不是爱踢刺吗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备的，踢吧。怎么忽然想要吃鱼？方才席间不是有吗？再不济找几个侍女来踢刺也是一样的。侍女踢的鱼哪有你踢的好吃？本宫就想吃你踢的鱼，踢吧。青姨，你知道我这人粗心大意，若是踢得不好，伤了你可如何是好？怎么会呢？刚才席间你不是给你那表妹踢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就不怕伤了她？原来是在吃醋啊！表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性子直率，不讲究什么男女大方，加上母亲去世的早，更是疏于管教。你要是介意，我就在外给她置个宅子，省得她惹你心烦。景瞻，你知道当年选驸马，我为什么在一众青年才俊中选了你吗？因为陛下刚登基，时局不稳，需要你同我等先帝老臣联姻。是，也不是。因为你在一众人中最干净，没有花天酒地、妻妾同房，也最舍得下面子，会讨我欢心。殿下怎么忽然同我说这些？当年陛下本欲一并清算你们，是我觉得新朝刚立，不宜再造杀念，这才留下了你们的命。这些年，你们侯府借着我的名头，在京中如日中天。你也是因为我向陛下请恩，才能担任侍郎。我希望你能一如既往讨我欢心，这样不管是你还是侯府，都会顺心如意。这些鱼记得给我踢好，这是对你不听话的惩罚，别让我失望。殿下，侍郎大人去上早朝了，不能和你一起用膳。这是他昨晚剔好的鱼肉。把这些拿下去，喂狗吧。剔鱼刺的事之后，日子照旧过着。萧景璇每日照样早出晚归，回来时依旧带笑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我也懒得再管他，面上该恩爱恩爱，该留底面留底面。然而1个月后，他陪我入宫赴中秋宫宴时，殿下来了，民女给殿下请安。下来，这是我的叫你。殿下，我脚崴了，实在走不动，表哥才让我先车歇息的。表哥，你下来，换后面的轿子。算了，既然你脚崴了，这车你便坐着。只是你记着，这车是长公主遗制，銮铃、帷幔、车组皆有规制。你今日坐了，明日便有无数折子参你僭越，连你表哥也不能幸免。你可想好了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下来！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富贵公主命了不成？早知道你这么不懂事，我就不该把你从老家接回来。殿下请，我要误了进宫的时辰，陛下还在宫里等着呢。殿下，请上车。想说什么？如烟不过是脚崴了，让他坐一下车又怎么了？你何必这般技巧？传出去倒显得你气量小。萧景琛，本宫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当初选你图的就是你干净，会讨我开心。剔鱼刺是第1次，僭越本宫之位是第2次。你要知道，事不过3。本宫对你要求不高，只要你和从前一样，跟身边女子保持距离。这一点很难吗？你若觉得难，不妨直说。若再有下次，本宫便直接让陛下下旨和离。届时满朝文武都知道你不守本分，连你的官职、侯府的脸面一并收拾。萧景琛，别再让我失望。吁！你应当知道陛下对我有多爱重。你若是不想提前和离，就别给我摆出这副臭脸。见过陛下。皇姐来了，朕特意给你留了最爱吃的桂花糕，快来快来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皇姐，这是特意命大厨做的，用的还是你封地送来的桂花蜜，你尝尝，看合不合口味。怎么样？不错。你再试试这个。说起来，我也有很久没见皇姐了，不知道皇姐府中可好？殿下好得很，就是近日天气转凉，懒怠动弹，也不爱府里厨子做的菜，就爱景琛在外面酒楼带的吃食。说起来，这些日子人还胖了些呢。说句话啊，哑巴啦！母亲，你这不是说完了吗？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朕听说那个柳如烟的事了，朕已经命人将她逐出安远侯府，省得再惹皇姐不快。陛下说的是，也是我考虑不周，想着她如今父母双亡，一介孤女，又都是亲戚，便做主把她接来。不想她竟是个不安分的，将她逐出侯府也好。皇姐，难得中秋，你再多陪陪我吧。殿下，今日劳烦您了，天色已晚，您早些回房歇息吧。我在这儿坐坐，顺便跟这个不孝子说几句话。送夫人茶水。陛下
面前你都敢摆脸色，你是嫌命长了？你要清楚，你能破格当上户部侍郎，靠的是谁？是他宁清怡，没他你什么都不是，连带着侯府都得看人脸色。你怎么能带着柳如烟招摇？你是嫌侯府败得不够快吗？他怎么说都是你的妻，你要是还有点心，现在就去给他道个歉，服个软，听到了没有？够了！宁清怡，他宁清怡是有能耐，但我萧景琛也不是个废物，没了他，我照样能承袭侯府。你造孽呀！真是造孽呀！宁清怡，你是不是向陛下告状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最恨别人插手我的事。你倒好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居然让陛下把如烟赶走。宁清怡，想不到你竟如此善妒。你配让本宫告状？陛下人在深宫，耳目众多，他自己会看，自己会听。本宫从未在他面前说过你半个字，倒是你自己似行事张狂，不加收敛，反倒来怨本宫多嘴。看来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本宫有什么错？错在你与柳如烟卿卿我我的时候，本宫没有装作无动于衷；还是错在陛下下令将他逐出府的时候，本宫没有出言阻止；还是错在第一次他让你剃刺的时候，本宫没有直接与你和离？本宫告诉过你，事不过三，现在已经是第3次。萧景琰，我们和离。和离？你以为你是谁？陛下亲姐又如何？本官现在是户部侍郎，朝廷命官。你说和离就和离，陛下也得问问朝臣的意思。宁清怡，说到底，你不还是为了替于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？你就这么小气？我就是这么小气，一个不知分寸的男人，我凭什么对你大度？宁清怡，我告诉你，没人能受得了你这副样子。本宫给过他3次机会，事不过3。既然他不知珍惜，那便不必再给。因缘而已，不值得本宫费神。表哥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侯府忽然来了好多人，说是奉了陛下的命要把我赶走，是不是公主殿下跟陛下说了什么？表哥，我好怕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苦的。大不了明日我再给你重新买个宅子，这侯府不住也罢。可是殿下那边会不会不高兴？他高不高兴关我什么事？本官如今是户部侍郎，还怕他不成？我都听表哥的。萧大人，您看这宅子，正房3间，东西厢房各2间，后头还有个小花园，这可是京城少有的好地段，清静，离衙门也近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可是这得不少银子吧？银子的事儿你不用操心，只要你看得上，多贵，本官都买得起。就这间了，回头去衙门找本官取银子。对了，再去买几个听话的丫鬟婆子，伺候好我表妹。是。先住下，缺什么尽管跟下人说。以后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位萧大人，堂堂驸马爷，放着长公主那样的贵人不好好伺候，倒在外面给表妹买宅子。这要是让长公主知道了，还不得翻了天？可不是嘛，这么大手笔给表妹置办宅子，这不是明摆着要金屋藏娇吗？这男人啊，一得势就忘了自己姓什么。且看着吧，长公主是什么人？当年提着剑救驾的主，能咽下这口气？这宅子怕是住不了几天。殿下，奴婢刚听人说起，驸马爷今早带着表妹在东城看了一处宅子，已经吩咐衙人成交了。据说是3进的院子，还让人去买丫鬟婆子。知道了，殿下，安远侯夫人来了，在门外候着。请进来吧。殿下，外面那些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这就去教训那个不孝子。他敢带着那个狐媚儿招摇，我饶不了他。
夫人不必多言，本宫心里有数。本宫已决意要同他和离。殿下呀，景婵这次确实是失了分寸，看在陛下赐婚的份上，看在侯府与皇家的体面上，千万别说和离的话。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那个不孝子，让他跪着给你赔罪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夫人，这不是小事，本宫给过他3次机会，事不过3，没有为谁亏力的道理。男子都这样，侯爷当年也是，我忍了一辈子，不也过来了吗？你就当为了侯府，为了皇家体面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求你了，殿下。夫人，您忍了一辈子，可曾换来侯爷半分的敬重？您如今劝本宫再忍，是想让本宫跟您一样熬到白发苍苍，还要替不争气的儿子求情吗？本宫是镇国长公主，封地亲兵产业全凭本宫自己做主，本宫不需要靠任何男人，更不需要忍谁。至于侯府与本宫的体面，本宫离了萧景琛，本宫依旧是长公主，依旧是陛下亲姐，就算和离，谁又敢说半句？可他离了本宫，什么都不是。殿下，车驾已经备好了。殿下，臣请旨和离，陛下明断。皇姐，你当真决定了？我给过他3次机会，如今3次已过，臣言出必行。皇姐，朕准了，你且回去。朕今日便让内侍省拟旨宣发。谢陛下。完了，长公主这架势，该不会是来抄咱们家的吧？抄谁的家还不好说呢。表哥，您忙了一上午，先吃口东西吧。大人，不好了！长公主带人闯进来了！殿下，这里是户部侍郎签押房，您不通报就进来，与理不合。按住他！殿下，这里是户部衙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殿下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表哥，救我！拖出去！表哥，别紧张，你的狗太聒噪了，本宫让它出去冷静一下。本宫今日过来是有正事要跟你讲。什么事？萧大人，还不跪下接旨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长公主宁青衣与驸马萧景琛结邻数载，然驸马举止不端，屡次与外人过从甚密，无视皇家体面，不顾夫妻之意。长公主屡次规劝，驸马仍不知悔改，实难再续姻缘。今判其和离，驸马萧景璇即刻搬出公主府，望驸马反宫自省，勿再生事。钦此。驸马爷，接旨吧。你竟真的接旨吧！你竟真的做到这一步！宁青怡，你是疯了吗？就因为他坐你的马车，你就要请旨和离？宁青怡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任性妄为？萧景琛，本宫说过，你只有3次机会，提鱼刺是第1次，马车占座是第2次，给柳如烟买宅子是第3次。如今圣旨已下，你我之间恩断义绝。你竟敢拿陛下压我！你看看你这副高高在上的做派，哪里有一点女人的样子？萧景琛，本宫是镇国长主陛下亲戚，你仗着本宫的恩典才当了户部侍郎，如今倒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，你是被柳如烟捧得找不着北了。本宫姓宁不姓萧，生来就是金尊玉贵的天家嫡长女，从未受过半点委屈，你凭什么认为本宫会忍你？殿下，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没有越矩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。给本宫一个教训？对，我只是想教你如何当一名贤妻。殿下，这些年你我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？哪对夫妻不拌嘴？何况是你我这样的身份，你竟然真的下得了这个狠心？第一，不管你跟柳如烟有没有发生什么，从你第一次在席间为她剃刺，她便敢当着本宫的面炫耀的那一刻起，你我便注定要结束。呀，贤妻2字不是对本宫的诚实，
学做谁的妻也非本宫志趣。我宁青怡生来便只做自己。第三，别太自信。本宫说过喜欢你干净，不过如今你脏了，那本宫便扔掉。萧景晨，本宫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。你知不知道和离的事一旦传开，朝野上下会有多少议论？你就不怕那些嫌疑？本宫行事何须向人解释？陛下已准了和离，你若想抗旨，尽管去，本宫不拦你。松了吧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不过就是投了个好胎。命好，你以为这镇国长公主的封号是投胎投来的？本宫跟你可不一样，我能站在这里，凭的是我自己。前朝宫变是本宫带着80万大军进宫救驾，益州暴乱也是本宫带人镇压。而你能站在这里，靠的是萧景泉的怜爱，更是本宫懒得跟你计较。你就没想过，为什么你屡次挑衅还能活着站在本宫面前吗？至于你那位表哥，送你了。宁青怡，他怎么敢和离？表哥，要不您还是听殿下的话，赶我走吧。殿下那么爱您，要不您去跟殿下道个歉。我偏不！该道歉的是他。这些年他一直端着架子，像尊佛一样压在我头上。凭什么？不就是和离吗？没了他，我照样行。把驸马的东西都收拾出来，送回安远侯府，一件不留。殿下，和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奴婢听说王大人召集了几位老臣在家中商议，明日早朝要联名弹劾您，说您不守女德，不堪为女子表率。看来本宫修身养心多年，看来他们都觉得本宫提不动刀了。备车，本宫去会会他们。是。她身为长公主，公然和离，全无惭愧之意。明日早朝，我等联名上折，请陛下下旨训诫，命其闭门思过。光是闭门思过不足以震慑，她若不知收敛，满朝女子皆效仿她，成何体统？依我看，必要请陛下准她离去皇家寺庙清修几年，好好静一定心性。正是，既为女子表率，便该安守本分。要我说，女子就该本本分分，相夫教子。几位大人商量的这么热闹，怎么不叫上本宫？殿下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知道你们是怎么谈我的？赖御史李大人、冯大人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！犹记得上次见面还是前朝宫变，我带人杀进宫，你们躲在本宫身后瑟瑟发抖的时候呢。如今可真是威风凛凛了。殿下，我是忠心于您、忠心于陛下的呀！我真的一句坏话都没说，是他撺掇着我们过来弹劾您的。对啊，我们都是被逼的。你们，王大人，本宫许久不动刀剑，记忆都有些生疏了。听闻王大人也善舞，不如我们切磋切磋。殿下，饶命啊！殿下，臣就是一时糊涂啊！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都住嘴！其实臣方才想了一想，殿下与驸马和离，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。那萧景琛仗着这些年得了多少便宜，反倒不知好歹，欺负到殿下头上来了。这样的驸马不休了，还留着过年不成？诸位说是不是？正是，这样的驸马，殿下若不休了他，臣都觉得替殿下委屈。臣方才也是一时糊涂，细想下来，和离对殿下反倒是好事。原来如此，本宫还以为各位是读书读傻了，过来替侯府出头的。看来是本宫误会各位了。不敢，殿下误会了，臣等绝无此意，殿下明鉴。那各位要是没事了，本宫就不奉陪了。恭送殿下。殿下，太后娘娘请您入宫用晚膳，说备了您最爱吃的菜。知道了，本宫更衣便去。母亲，您急着叫我回来做什么？殿下已经进宫请了旨，你知不知道外面都传成什么样子了？景琛，你听母亲一句劝，你现在就去公主府给殿下赔个不是。他心里还有你，只要你低头，听长公主在陛下面前的荣宠，你们复婚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低个头，这事儿就还有转圜的余地。
低头？我凭什么低头？我告诉你，我没错，是他宁青怡小题大做，就用一个表妹叫到朝堂上去，都是他的错。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？你能当上户部侍郎靠的谁？是向陛下举荐的。如今圣旨殿下了，殿下已经与你和离了，你以为你还能坐稳这个位子吗？娘，我是个男人，这些年来我在他面前就没直起过腰，若这次低了头，我就连最后那点体面都没了。你简直是鬼迷心窍！你知不知道，殿下若想对付我们侯府，都不用他亲自动手，只需断了和咱们的往来。那些门客、老臣、皇上，哪一个是看你萧景琛的面子？他们看的是殿下。母亲您放心，我在户部这些年总有些交情。交情？你那点交情，哪一桩不是看在殿下的面子上才攀上的？你以为旁人认的是你萧景琛这个人？没了殿下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景琛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娘的苦心呢？这些县下虽有些脾气，可你扪心自问，他对侯府、对你、对为娘，哪一次不是敬重周到？他何曾以势压过你？倒是你，柳如烟处处越界，你却一再维护，是你逾矩了。我和表妹清清白白，母亲您句句向着外人，宁青怡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母亲，我才是您亲儿子。母亲，母亲您怎么了？儿子，算为娘求你了，你那些庶兄弟哪一个不是等着抓你的把柄？我又不得你父亲的喜爱，你难道真以为这个世子的位子就非你莫属不成？母亲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母亲好好歇着，我出去一趟。那些官员许祖都联络上了。表哥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和离的消息传出去后，侯府的门庭确实冷了些，可也有几位从前受过侯府恩惠的，还愿意念旧情。我已经替您递了帖子，说您要亲自出面设宴，同他们叙一叙。齐国公府还有顾相都答应来了吗？答应了，只要有他们支持，我们何愁侯府不能兴旺？和离又如何？宁青怡，我偏要让你知道，离了你，侯府照样站得住。表哥，无论旁人怎么说，我都会站在您这边的。如烟，等这件事了了，我不会让你白忙一场。表哥言重了，我帮您是应该的。本宫已经听说了你和离的事，你真的决定了？既然决定了，就放心大胆去做。本宫倒要看看，谁敢让本宫的女儿受委屈。母后，皇姐坐吧，一家人不必拘礼。母后说的对，皇姐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朕在一天，就没人敢逼你低头。你皇姐的事，你可不能袖手旁观。母后放心，朝堂的风言风语，我也会让人处理的。对了，皇姐，朕听说你昨日去了一趟王大人府上。去了一趟，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几个不长眼的敲打了一顿，应该能安分一阵子。哼，那几个老东西，本宫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，仗着几分老资历，就敢对青怡指指点点。不过你既然已经解决了，本宫就不插手了。青怡，你记着，只要本宫还坐在这里一日，就没人敢让你受委屈。对了，皇姐，你可知道萧景琛最近在做什么？他四处联络官员侯举，想跟人家拉关系，结果那些人当面应承，转头就把话递到朕跟前来了，一个个表忠心，说侯府是侯府，殿下是殿下，他们分得清。不自量力。朕听说他还包了酒楼要宴请他们，怕是要当众丢人。他越折腾越让人看笑话，且看着吧。萧大人叫我们来，是有什么事？诸位都是侯府的旧识，今日设宴是想与诸位叙叙旧。萧大人，叙旧就不必了，我来就是想说一声，今后你我两家不必来往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你不懂吗？您与长公主和离的事儿，我们听说了，往常同侯府往来也是看在殿下的面上，不然你以为一个没落的安远侯府能攀得上我齐国公府？就是，如今侯府树倒猢狲散，我们也该各走各的路了。
萧大人，你也别怪我们说话难听。这些年我们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庇佑，不是侯府。您如今失了这座靠山，还想靠几分旧情留住我们？你们可别忘了，我还是安远侯府的世子。世子，殿下能让你在京城站住脚，也能让你站不住。你如今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坐得稳，你自己心里没数。听着虽解气，但臣对报复萧景琛如今已无半分兴致。和离的事已经了了，臣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。皇姐大度，朕却不能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他敢这般行事，总该有个交代。你皇帝也是心疼你，不过既然你不想再纠缠，本宫也不逼你。本宫明日出宫去城郊庄子上住几日，你在京中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母后刚回宫没几日，又要走。本宫在宫里待闷了，出去透透气。你只管忙你的，不必管本宫。好，母后玩得尽兴便是。一群拜高踩低的东西！表哥，怎么办？我好怕。你说我们会不会……别怕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萧大人，有人举报你在此结党营私，聚众密议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萧大人，小的们只是奉命行事，请吧。这位姑娘，也请一并走一趟。殿下，殿下，本宫知道你来干什么。若是求情，就不必开口。殿下，景琛那孩子，我知道是他做的不对，是他太过自大，但他真的没有谋反之意啊！你能不能看在侯府与皇曾经结亲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帮忙把他放出来？夫人与其在这里求本宫，不如回去想想是怎么把儿子教成这样的，竟敢私下召集权贵，真是嫌命太长。殿下，当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若兰，送客。夫人留步，他关个3天就出来了，你回去等着便是。陛下只是敲打他，不是要治罪。夫人若是再到处求人，反倒让人看了笑话。我替景琛谢过殿下。您是侯府中对本宫最好的人，因此本宫也愿意体谅您2分。只是若你自己不争气，这情分也有耗尽的一天。殿下，殿下，我知道说这话有些冒昧，可侯府与皇家结亲多年，您突然要与景琛和离，朝野民间议论纷纷，影响太大了。您为什么不能忍忍呢？自古以来，这世间的女子不都是这样吗？一直这样，便是对的吗？这些年，侯爷把小妾一房一房往侯府里抬，少说也有几10步。你看到时是什么心情？侯爷，姐姐好像不欢迎妾身，要不妾身还是回房吧。你是我的人，谁敢赶你走？本宫今日是来看望夫人的，闲杂人等，出去。侯爷，皇家与侯府结亲，本宫认的只有夫人，她配吗？你先回去。自那以后，侯爷虽然还是不怎么回复，但再没把小妾带到我面前过。我知道那是殿下替我撑了腰。您为了侯府选择了人，选择了维持表面的体面，那是您的路，不是本宫的路。我不高兴，就谁也别想高兴。可男子不都这样吗？我活到这把年纪，见得多是忍字当头的妇人。您姓萧，
是因为您嫁进了侯府。本宫姓宁，生来就是天家的人，永远不会冠谁的姓。殿下，其实我很羡慕你能永远说不，而我……夫人，你也年轻过，如今这样的日子，想来也不是您年轻时想要的。小姐，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呀？嫁个心里只装得下我一个人的，旁的一个也不要。那要是他日后变了呢？那就不必留了，我定然转身就走。大漠长河，江南烟雨，天下之大，难道还没有我的容身之所？难道我就做不出一番事业来？我年轻时也曾，可是后来您选了那条看起来更容易的路人，您以为只要忍下去，就能保住一切。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了，我还能选吗？能的。您今日来找本宫是为了您的儿子，可您有没有想过，这么多年他可曾有一回替您出过头？夫人，您还有路可以走，这跟年纪无关，跟身份也无关。您若想改，随时可以来找本宫，本宫会帮您的。路终究是要自己走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养的好儿子自己被抓进天牢不说，还把侯府搞成这个样子，连老侯爷都从老家连夜赶回来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这跟年纪无关，跟身份也无关。您若想改，随时可以来找本宫，本宫会帮您的。路终究是要自己走的。你儿子犯的错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跟你没有关系。若你管好儿子，他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他今日做的事是跟谁学的？你当真不知道？你带小妾进府的时候，我可曾拦过你？可曾当众让你下不来台？可如今你倒来怪我没管好儿子。打了，你那些破事儿，我就一并替你抖出来。怎么不敢？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任你拿捏的张氏？殿下说的对，我这样活着本就不对。你永远不会珍惜我的付出，也永远不会在乎我的脸面。既然如此，这侯府夫人的位子我不稀罕，大不了和离便是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敢？你不必拿和离来吓唬我。景晨刚被关进牢里，老侯爷择日便到。这时候你若敢闹出动静，正好让老侯爷定了或换人的心思。你景晨的事我已经尽力了，他20多岁的人该自己担着了。即便他是我儿子，这次我也站殿下这边。殿下再这么闹下去，老侯爷就要换世子了，到时候你还能当你的侯夫人吗？侯府夫人，侯府夫人，
我为了这个位子忍了一辈子，也许没了反而更好。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不是迷魂汤，是醒悟。往后，我要为自己活。殿下，安远侯夫人派人递了封信来。殿下，我今日与侯爷吵了一架，说了这辈子头一次说的话，我心里害怕，又觉得痛快。可我除了侯夫人这个名头，什么也不会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京中有几位夫人正在筹办善堂和女学，教那些无依无靠的妇人做绣工、账目、打理铺面，让他们能自己立主，为他们寻个出路。您若愿意，本宫可替您牵线，让他们缺人手也缺主心骨。您若有心，不妨也试试。他们过2日会来本宫府上，夫人若来，便先见见他们。您先歇下，来日方长。送去侯府，亲手交给夫人。殿下，是奴婢失职，没拦住萧大人。宁青怡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无妨，交侍卫了。你凭什么赶我走？我是你夫君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我们早就和离了。放开我！宁青怡，你这个毒妇，居然把我关进天牢！如今我变成这副模样，你满意了吧？宁青怡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永远是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。我是你夫君，我是男人啊，我也要脸面。你知不知道，外面都在说我不过是你养的一条狗。所以你用柳如烟来证明你是个男人。至少他敬重我，你呢？永远高高在上，看谁都像蝼蚁。你难道就不能低一次头吗？低头？你今日用柳如烟逼本宫低头，明日就能换一个人。本宫只要退一次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况且你既然当了驸马，就该知道驸马的规矩。规矩！凭什么我事事都要按你的规矩来？宁青怡，我受够了！嫁出去。宁青怡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难道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本宫错在哪里？错在没有对你的逾矩之行视而不见，还是错在没有对你的所作所为宽容大度？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逾矩之行，我只是想让你在意我。青怡，你有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心里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松手！拖出去！宁青怡，你会后悔的。这辈子就守着你的权势，一个人过一辈子吧。那也比守着一个不知分寸的男人好10000倍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殿下下嫁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你竟敢用外面的人打他的脸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愚蠢！和离了还敢去公主府闹事，你想连累侯府跟你一起掉脑袋吗？祖父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当我老糊涂了？父亲，您消消气，景琛他知道错了有什么用？你得罪了殿下，侯府往后还靠什么在京城立足？
殿下的性子我清楚，他定了的事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还有你，自己的儿子教不好，你这个侯夫人是怎么当的？您儿子在外面拈花惹草，您管过吗？如今孙子走了歪路，倒想起我来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平日里不念我半分好，如今出了事，倒成了我的不是。好，你们一个个的翅膀都硬了。从明日起，侯府的事儿，你父子2人先放手，田庄商铺往来各处，我另派人接手。祖父，这些年侯府在我手里，这些年侯府在你手里是长了些家底，可你告诉我，那些家底里有多少是靠殿下的脸面和人人气心里没数吗？你若真有本事，会被那个柳如烟耍得团团转；若真有本事，会把最大的靠山赶走。签了，这是我替你的自请更换世子的折子。父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懂？殿下已和景臣和离，侯府就没法和皇家搭上关系了。我已经跟你那些庶兄弟打过招呼，这个世子的位子总有人能替侯府撑起来。赶紧把字签了，好歹保你最后一点脸面。脸面？我如今还有什么脸面？想让我签字，不可能！你若是非要换掉我这个世子，就自己进宫去找陛下。你，景琛，你现在就去求殿下，还来得及。殿下念及旧情，未必不会帮你。我昨晚去找过他了，他让侍卫把我赶了出来，我还能怎么求？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明日替本宫递几封帖子，工部侍郎的夫人、御史中丞的夫人，还有京中那位开了女学的陈夫人，就说本宫要替一位朋友引荐。殿下说的是安远侯夫人，在侯府，只有她是真心待本宫的。她若想改变，本宫替她牵线。殿下，安远侯在府外求见，说想跟您当面谈谈。他倒会挑时候，不见。殿下，安远侯说，若您不见他，他便一头撞死在府门前。真是儿子相父，让他进来吧。殿下这书房倒是肃静的很，女子待的地方还是该添些颜色。安远侯寻死灭活的来见本宫，不是为了点评本宫书房的陈设吧？青姨，你和景臣到底夫妻一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何必闹到这一步？本宫与萧景臣已经和离，今日让你进来，也是看在这点情分上，不然你以为凭你也能进我公主府？殿下，景臣是有错，可男人3妻4妾的那是天经地义。别说他没把表妹纳进来，就是真的收了房，你也该宽容大度些。女人善妒可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安远侯，萧景臣那些想法果然是受你真传，只是你那套3妻4妾以夫为天的道理，恕本宫不能苟。青姨，你这么犟干什么呢？女子终究是要以家庭为重的，等你年纪再大些就明白了。况且你都和离了，失了贞洁，以后还有谁敢要？安远侯，本宫再客气的你最后一句安远侯，你要是还要说我不爱听，就别怪我让你顺进来，横着出去。想必你在这里消失，老侯爷也不敢多说半句。你先出去，我要单独跟殿下谈。殿下，算我求您，景琛一时糊涂，行事失了分寸，可他心里是有您的，情分摆在那里。安远侯，本宫说过，3次纵容，3次警告，是他自己亲手将所有情分碾碎。殿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他只是一时被柳如烟迷了心智，只要你肯给他机会，我定将那柳如烟彻底驱逐，严加管束景臣，往后绝不让他僭越半步。当年你府中姬妾成群，你夫人隐忍半生，本宫出面替他撑腰，你尚且不知收敛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萧景臣骨子里的自负与薄情，是侯府代代熏染出来的，岂是短短几句管束就能更改？老侯爷携侯府诸位子弟到访。起来，跪在殿下面前丢尽侯府颜面。殿下，景臣不成器，是老夫交管失当。老夫昨日已入宫面圣，递上更换世子的折子，陛下已然准奏。萧景臣不堪承袭世子之位，往后侯府世子另择他人。老侯爷行事果决。此子名唤萧景安，是萧景臣堂弟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性情温厚体贴，最懂体察人心，极会讨旁人欢心。比起心高气傲、不知感恩的景臣，此人方才配得上殿下。的确是块上好的苗子，温顺恭谨，看着比当年的萧景臣还要听话几分。
殿下若是中意，老夫即刻再次入宫，恳求陛下重赐婚书，让景安侍奉殿下左右，余生万事皆以殿下为先。听闻你饱读诗书，可知庖厨之事？自古君子远庖厨，烹煮宰杀之事，非君子所为。但若殿下有需，我愿放下书本，从头学起，日日为殿下打理膳食。不必了。当年萧景琛跪在殿外求选驸马时，也是这般千依百顺。本宫想要什么，他便应什么。可一味顺从、全无自身风骨的男子，再听话又有何用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应当有自己的本心与主见，不该为了攀附权贵，事事俯首帖耳，被旁人随意牵着走。今日他能为讨好本宫舍弃本心，来日便能为更大的好处背弃本宫。殿下此言是瞧不上我侯府所有子弟。本宫只是实话实说，侯府人才济济不假，但心性卑躬屈膝之人，本宫不需要。老侯爷，你带来的这个萧景安资质不差，莫要为了攀附皇家，硬生生逼他走上萧景琛的老路，白白毁了一身才气。祖父，您今日去公主府，何必多此一举，举荐旁人？我与殿下不过一时志气，过些是日自然会和解。和离圣旨都下来了，还和解个屁！我早已入宫请旨，世子之位由你堂弟萧景安承袭。陛下也答应了，宗族文书、陛下御批皆在此处，你看看吧。不可能，我可是侯府嫡子，侯府世子只能是我。祖父，您定是在同我开玩笑。你是嫡子，可侯府世子，你配吗？长公主三番五次包容规劝，你视而不见。朝堂之上依仗公主权势，却毫无政绩，私下与柳如烟纠缠不清，丢尽侯府与皇家颜面。多次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一次都不曾珍惜。祖父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立刻去公主府向殿下磕头赔罪。往后我一定安分守己，绝不再惹半点是非。老夫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长公主也给过你3次机会，你哪一次好好接住了？如今再说知错，为时已晚。景琛，你先去歇息几日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陛下，萧景琛在宫外求见，让他进来。臣知错，求陛下开恩，再给臣一次机会，臣愿以余生立功赎罪，弥补所有过错。你知错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知的是什么错？臣不该辜负长公主殿下的一片真心，不该与表妹柳如烟举止逾矩，惹殿下伤心。你说愿将功补过，朕问你，你靠什么将功补过？臣，你当真以为户部侍郎这个官职是凭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？你在户部任职数年，经手账目混乱不堪，全年政绩平平，毫无建树。朕迟迟不曾罢免，全是看在皇姐宁清怡的面子上。如今皇姐已然与你和离，失去她的庇护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还能坐稳户部侍郎之位？你的公务做得一塌糊涂，私德更是不堪入目。朕将皇姐下嫁于你，是想让你辅佐朝堂，善待皇姐，不是让你拿着朕给予的恩宠去讨好别的女子，伤透皇姐的心。朕看在皇姐的情分上，留你一条性命，不再追究你往日行事失仪之罪。但京城你不能再待下去，朕会即刻下旨，贬你前往岭南沧州县任7品知县。臣领命。等等，陛下还有何吩咐？你可知朕苍梧土地贫瘠，连年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朝廷每价巨额赈灾银两，可当地田地依旧荒芜，百姓依旧吃不饱饭，当地官员治理不力，朕一直找不到合适之人前去整顿。你一心想要将功补过，朕便给你这个机会。朕派人查过你户部档案，繁杂账目预算，你演算速度远超其余官吏。你手脚聪慧，是想让你摆正本心，踏踏实心思治理一方，造福当地百姓。臣定不负陛下托付，好好治理苍梧，绝不辜负陛下给的改过机会。
青衣，我要走了，去岭南。本宫知道了，一路顺风。皇姐来了，朕正好有事想跟你说，你们都先下去。陛下，臣最近被侯府那一堆人闹得不得安生，今日进宫是来躲几日清闲的。那侯府的人还真是自视甚高，毫无自知之明。皇姐合离之事，满朝文武谁敢知会？他们倒好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烦你。老侯爷前几日还进宫，说什么要换给子弟，再给皇姐当驸马，朕当场便不。老侯爷倒是执着，可惜他不懂，本宫这公主府不是收容所。不过皇姐，难道你就非他家的人不可吗？依朕之见，朕便举办个招亲大会，保准选个让皇姐满意的。朕亲自把关，才情相貌、性情品格，样样都要顶尖。不必了，陛下，当初联姻不过也是为了稳固朝局，如今各处安定，四海升平，臣倒想一个人过日子，清静。也罢，皇姐想怎样便怎样，只是别总一个人闷着。朕这皇宫，皇姐随时来住，朕让人把你从前住的珠玉殿收拾出来。臣有陛下，有母后，还有这满朝文武要操心，哪里闷得着？陛下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的婚事，别让母后总催臣来劝。皇姐，我人还没走呢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老侯爷说了，大人的官职既已外放，与侯府也就不再相干。侯府的门，大人以后不必再进了。开门！我要见父亲！我要见母亲！老侯爷吩咐了，府里的人谁都不许见你。侯府没有这样丢人现眼的笑柄。我是世子，我是驸马，你们开门！客官，您的酒钱3天了，该结了吧？客官，您这钱连昨天的账都不够。算了，几个酒钱罢了。他就算被贬，也是个官绅，我们哪惹得起？大人，大人，小店要打烊了，不如您再去别处看看。大人慢点，小心啊！萧景琛啊，萧景琛，你有今日，都是你自找的。你就这点出息吗？母亲，他们把我赶出来了，侯府不要我了，殿下也不要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喝成这样，喝够了吗？母亲，我没地方去了。赴任途中路途遥远，车马劳顿，免不了时时要用银子打点。娘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和换洗衣物，你好好拿着，总归会有用处。母亲，娘能替你做的就到这儿了，往后你要自己走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四海为家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不该为眼前困境所折服。你祖父当年也是从7品知县做起的，你为何不能？儿子，明白了。如烟，我要去岭南赴任了。我听说你被贬了，世子位也没了。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走什么走？
还以为能攀上史高之，结果没了公主就一事无成，真是废物。这是姑母给你备的行囊吗？母亲说舟车劳顿，便给我备了一些银钱，以备路上打点。如烟，此去途中艰险，所到之地更是贫瘠，瘴气弥漫，疫病横行。你若不愿，我也不怪你。表哥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愿意的。你我之间情分深重，我又怎会是那薄情寡义之辈？表哥待我这么好，我定当生死相随。你肯不离不弃，我定然不会辜负你。到了岭南，我好好做官，给你挣个诰命回来。我相信表哥。这不是那个被长公主休了的驸马吗？听说还丢了世子位，被赶出京城了。昔日多风光，今日多狼狈。就为了个表妹，好好的一副牌打成这样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们看见没？那个表妹也在马车上，指不定要和他一起赴任呢。这女人也是跟着一个被贬的罪臣，图什么？殿下，是萧公子。听闻陛下把他贬去岭南了，萧公子一意孤行，终究还是落得这般下场。岭南地利民贫，百姓流离，他若能为地方做些实事，也算是他的造化。殿下心胸宽和，只是您觉得他真能沉下心治理地方？他当年在户部算账时，有几笔预算做得比旁人利索，本宫倒是不怀疑他的能力。可奴婢方才看到柳如烟也跟他一起去了，倒是个有几分情义的，随他去吧。这位李夫人常年收留无家可归的孤苦妇人，亲自照料他们衣食起居。这位王夫人开设识字账橱，专门教女子谋生本事。这位陈夫人承袭善堂主事，专为受夫家苛待的女子申冤寻生计。这位是安远侯夫人张氏，半生打理侯府全部账目与内务，算账理事远胜寻常女子。如今有心出力帮扶善堂，今日特意请过来与诸位相识，看能否搭把手分担事务。见过三位夫人，夫人若是有心行善，改日便可到城西善堂看一看。我们眼下人手紧缺，最缺能拿定主意、统筹全局的主事人。我半辈子只困在侯府后院，出去打理家事，旁的本事一概没有，怕是帮不上诸位。善堂不缺埋头做活的妇人，缺的是能理清繁杂账务、稳住全局的主事。夫人大可先去试一段时日，不必急于下定论。善堂收留的那些苦妇人，最后都有什么出路？一部分学好绣活记账，自己开小铺木营生；一部分去大户人家稳定做工，无娘家可归的，便留在善堂长久打理内务。那他们如今的日子比以前在家中好过吗？自然好过，不必看人脸色，忍气吞声，凭自己双手便能养活自身。大家随我来看看，便知道了。天下之大，自有我的容身之所。可先从管账做起。善堂每日流水琐碎，账目繁杂，正缺心思细致之人。夫人，你意下如何？好，我愿意试一试。表哥，咱们赶路6、7日，日日车马颠簸，你身子可有哪里发沉不适？一路有你照料，并无大碍。感入口干，表哥快喝些温水润润喉。一路辛苦，便妹费心照料。姑母给的银两虽多，可这一路关卡客栈，处处要花钱。
怕是早已耗费大半了吧？不必忧心银两，母亲备的十分充足，足够支撑我们抵达苍楚。等我到县衙领下俸禄，定然不会让你跟着吃苦。可惜你如今已经不是世子了，也不是驸马了。怎么头有点晕？还要去岭南那种蛮荒之地赴任，我跟你走，那才是真的受苦。萧景城，这迷药我费了好大心思才弄来的，你好好睡一觉吧。这剩下的银两，算是我跟着你这几日的酬劳，我就笑纳了。表哥，你赶你的路吧，我走了。往后你好好做官，我好好过日子。好一个情分深重、不离不弃！昨日与我同行的女子去了何处？天未亮，她便拎着大包袱独自离开了，说是有急事先行赶路。罢了，随她去吧。柳如烟，你的报应还在后头。我这外袍是上等的织金钱，换你2个饼。1个饼，这衣裳是好，可在这荒郊野外，谁穿得起？换不了2个。老婆，你是外地来的吧？这附近可没什么人家了。我是去苍梧赴任的。吃吧，吃完了有力气再往前走走，前面就是苍梧县城了。小二，来碗茶。吃了这么多天的苦，总算把这笔银子弄到手了。我要回老家，给那些狗眼看人低的、曾经百般欺辱过我的人好好看看，我柳如烟是有能耐的。小二，本小姐没什么碎银子，这个元宝你能找开吗？姑娘，这小的找不开啊！你有碎银的话，还是给碎银方便。算了，本小姐懒得计较，茶钱就当赏你的，不用找了。把东西放下，小娘子，识相点，别逼我们动手。这是我自己的钱，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。老大，发财了！这些狗兄弟们歇上3年了。你难道不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？一个女子带这么多钱上路，是嫌命长？今天爷心情好，留你条小命。识相的就快滚！老大，这小娘子倒也有几分颜色，不如赏给我。做人留一线。今日得了这么多银子，难道还不够你娶几房媳妇儿？何必赶尽杀绝？老大说的是，我听老大的。有个叫花子坐在咱们村口，他衣裳是好的，怎么会是要饭的？是偷来的吧？我娘说，穿好衣裳要饭的都是骗子。你看动都不动，跟个死人一样。
头发里还有草，叫花子，叫花子！你个扫把星，克死你爹娘还不够，还要来克我！我一把年纪了，还得伺候你这个赔钱货！凭什么？我不过是想过得好一点，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夫人自打过来，咱们账房总算清爽利落。先前管账婆子记的账目一团乱麻，连她自己回头有看不懂。多亏有你，不过是从前常年打理侯府田庄、府内开销，做熟了的琐事罢了。这般算账理事的本事，放在善堂再合适不过。我们正缺你这样能稳住内务的人。夫人，善堂门口来了一顶轿子，说是侯府来接夫人回府的。夫人，侯爷说，夫人在外抛头露面，于侯府名声有损，请您即刻回府。管家回去替我问侯爷一句：女子有才，难道就只能困于规则之中？善堂的账册从前没有一个人能理清，夫人来了之后，账目井井有条，我们都是心服口服。我倒是不明白，这事儿怎么折了侯府的名声？本夫人现在做的事，比坐在侯府后院等他有脸面的多。去传话，就说安远侯亲自来了，请夫人出来一见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有闹，我在做正事。你在善堂抛头露面，让外面的人怎么看侯府？本侯的脸面往哪搁？怎么，我做了些好事会让外人怎么看侯府？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如今你多次来干涉我要做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必再纠缠，干脆一别两宽。我今日便拟了和离书，我们趁早断了干。侯府都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竟然还要和离？你倒是想得美，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，自己走得清静。好，你要和离，本侯便停了善堂的供给。善堂的米粮、衣料、药钱，有一半是侯府出的。你若要与侯府撇清关系，那这笔银子本侯就不再拨了。我给你3日时间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夫人请坐。殿下，我如今终于打定主意要与侯爷和离，可他说要断掉单府半数供给，若是没了这笔开销，数十位苦妇女便无着落。我心里实在纠结，或许还是忍下这口气回侯府。他拿银两要挟你，无非笃定你心软。本宫全拨，但散乱不齐。自明日开始，善堂所有收支走本宫府中库房账。殿下，谢谢你，我无以为报。你拿着这张字条交给陈夫人，明日起善堂采买、工资全部凭此单据到我府中支取。
本宫不是帮你，是帮那些妇人。你若真想谢本宫，就好好把善堂撑起来。你既然肯回来，本侯便不计较你这几日的胡闹。善堂那边，本侯也可以继续供着，只要你安安分分。我是来找你和离的。你就不怕善堂的银子断了？殿下已经答应会补上善堂的银两，你以为你还能拿什么来要挟我？你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个什么？就是和离了，你也不该出去丢人现眼。丢人现眼？你好好看过善堂是做什么的吗？天下有多少妇人都是被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男人给困住，他们没有尊严，甚至被殴打。丢人现眼也是你们这些男人在丢人现眼。好，你要走便走，没了你侯府难道就不行了？本侯的妻妾那么多，明天就找个扶上侯夫人的位置。这是怎么了？快进来！先喝口水，不急。你脸上的伤是谁打的？我男人喝醉了就打我，我忍了好几年，这回下手太重，邻居看不过，才把我送。你想不想和离？可他不肯。我想，他说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我要是走了，孩子他会打。我跑过一次，被他抓回来，打得更狠。你等着，我派人给殿下递消息。不用起来，你坐着。备车去他夫家。你是谁？来老子家干什么？本宫身份不必多言，你妻子如今在城西善堂落脚，不会再回这个家。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去留由我说了算。你算哪根葱？敢管老子的家事？她是你的妻子不假，但你屡次动手殴伤她，街坊皆是人证。她早已前往衙门递交状纸，当地官吏推诿家事搁置不办，今日由本宫便来亲自处置。本宫以镇国长公主的身份过问此，你若是觉得本宫不该管，可以去找大理寺递状纸，状告本宫越权。但你递状纸之前，本宫的状纸已经先到。拿和离书来。你若愿意签，本宫可以不计较你打伤他的事；你若不签，本宫便请大理寺以殴伤妻问你的罪，依律法判杖80，流放3000里。流放？打老婆不是只要打板子就行了吗？什么时候还要流放？你傻呀！肯定是他得罪贵人了呗。要我说，就是他该。这不合规矩！你凭什么判我流放？我不服！本宫的话就是规矩。
我理。醒了吧？我已经和离了，你说过签了就。和离只能免去流放之刑，没说不让你挨打。根据律法，杖80，一下都不能少。我终于自由了。不，这不是真正的自由。你看到了没有？这个世界都是男子在经营，女子出现就会被说抛头露面，被千夫所指。明明被打得半死，却因官吏是男人，便因互相包庇，无人过问。你难道没有告过官？告过，官老爷说这是家事不管，还说我不守妇道，活该挨打。你是和离了，可和离以后的路未必更好走。你没有生计，没有娘家，没有傍身之意，这世道不会因你离了夫家便对你宽待半分。求殿下指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本宫打算向陛下上书，请求设立女官之位，让女子也能入朝为官，为天下女子发声。但这路千难万险，朝廷上下那些既得利益的官员一定会群起而攻之。本宫需要有人站出来，当这第一人。殿下，我做，我不怕。你可想清楚了？站出来就是抢那些男人的既得利益，满朝文武会一起找你麻烦，你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难处。我想清楚了，如果我能开辟出这条道路，就会有千千万万的姐妹从后宅里走出来，以后我的女儿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。本宫没有看错人，若兰，带她去梳洗省整，好好准备，明日跟本宫上朝。殿下，他出身寻常农户，从未接触朝堂政务，朝堂百官劫难他当真扛得住？你可知道，那女人的丈夫是远近闻名的才子？什么？那男人？从他身上可看不出半点才子的样子。巧就巧在这里，那妇人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，而那男人是在娶了她之后才传出才子之名的。他最擅长的是写闺怨诗。殿下的意思是，那些诗其实都是……世间女子的路太难走了。听说了吗？殿下不仅自己和离，还撺掇别人和离。喏，就那个女的。听说刚和离，是殿下帮他办的。这般行事实在是……陛下驾到！众卿平身，今日可有地方政务启奏？陛下，臣近日发现了一位很不错的人才，臣斗胆向陛下举荐，并提议设立女官之位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女子为官，无异于否极司臣，此事关乎祖制，事关社稷根本，不可轻动啊！陛下，祖制，周礼云：男女同工，各司其职。本朝开国亦有女子掌印的旧例，诸位只记得否极司臣，却不记得巾帼不让须眉。可女子为官，前所未闻，非天下之福。此事若开，朝堂体统何在？那告诉我，你府上的账目是你夫人管，还是你管？你府上的账目是你夫人管，你夫人的账目比你在户部报上来的还清楚。
你说女子不如男子，那你先把你夫人的账目比下去再说。既是皇姐一力举荐，朱爱卿若无异议，朕就先……陛下，依臣之见，殿下既然把这位女子说得如此能耐，不如当场试验一下。只要这位能答上老夫几个问题，我等便认可她确实有实力。准。第一个问题，若你是一县之主，春旱秋涝，百姓颗粒无收，而朝廷赈灾粮只够一半人撑到明年开春，你当如何处置？先查库存，清点本地富户存粮，以供府民一借粮，优先老人孩童价归还。是征调劳力修渠引水以供病患，若还不够，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当年赋税。第二个问题，若你蜀中有一官吏末，此人是你上司的妻弟，你查还是不查？查，先封存账目，再密报上级，同时暗中清查此人名下产业，若有实证，便依律处置；若上司包庇，便连上司一并上奏。第三个问题，若你面对的是朝廷拨下30万两修堤银，前任官员截留一半，只拿15万两去修堤，如今雨季将至，堤坝塌了一半，百姓流离，上奏的折子被压下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6品官，你要怎么办？这么刁钻的问题，怕是答不出来了。这问题大人问错了人，这个问题该问的不是我这个小小的6品官，而是那些压下折子的人。他们为什么敢压下折子？因为他们觉得没人会翻出来。若是人人都翻，比如我今日站在这里把这事儿当众说出来，他压得住1份折子，压得住满朝文武的耳朵吗？大人问了3题，草民也斗胆问大人1题。丞相既然主管赋税，可知底层农妇被多重杂税压榨，无处申诉，官吏皆男子却无人体强，这般弊政该如何修正？你方才答的那几个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想的。回陛下，是草民自己想的。草民从前挨打的时候，躺在柴房里睡不着，就想这些事，想着如果我是官老爷，我会不会跟那些官老爷一样说这是家事。后来想多了，就知道哪些话是说辞，哪些话是办法。众爱卿，可还有什么异议？既无异议，朕便下旨，即日起封此女为从6品女使，协助打理京畿民生事务，参议民间疾苦之事。草民谢主隆恩。今日过后，朝堂格局怕是一可如牢，千年旧例就此打破了。今日这事儿真是活久见，女子上朝还被封了官，你以为这是他一个人的本事？那是殿下在后面推着，没殿下，他连宫门都进不来。殿下这是要做什么？和离擅当女官，这是要把天翻过来呀！翻不翻且不论，你没注意到吗？那女人答问题的时候，丞相的脸都绿了。殿下，女使求见。殿下再造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不必如此，本宫只是引荐，能立住是你自己的本事，你做得很不错。殿下过奖了，若没有殿下给我的机会，我走不到今日。我从前挨打的时候，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如今坐在职房里，看着那些旧党一册一册理顺，有时候会恍惚，好像不是自己坐在那里。我今日来是想跟殿下说一声，我今后会加倍努力，不负殿下期望。你既然走到了前面，就在前面站好，给天下的妇人做个榜样。女官之事，需你我共同大力推行，才能让更多女子站在朝堂上。我记住了。臣3年间于京郊3县推行新支法，将单粟改为双粟，每户支付日产量从2匹等至5匹。3县共计437户支户，年增收纹银12000余两。如今周边6县已派人来学，臣拟明年推至全府。臣主管官办育婴堂3年，收容被遗弃女婴共计643人，其中212人已被无子之家收养，187人年满6岁入堂学识字绣花。臣已将育婴堂制度写册成文，拟推广至各州府。臣3年来巡查民间，共查办官吏贪墨、欺压百姓案件27起，
其中涉及地方官员9人，苏役26人，退回赃银43000两，退还受害百姓21000两。此前多地百姓状告无门，因地方官员与胥吏互为包庇。如今臣所到之处，百姓知有女官可诉，侯地状纸较3年前增了5倍。多数女官做事细致周全，比不少地方男官吏更为体恤百姓。诸位爱卿可有不同异议？既无异议，朕便宣布，自今日起，女子可与男子一同参加科举，可入朝为官。凡有才者，不拘男女，皆可录用。陛下圣明。听说了吗？京城那位长公主当真把女子科举的事儿办成了。我有个远房侄女儿在京城做活，来信说，如今朝堂上都有女官了。听说当年长公主在朝堂上提这件事的时候，满朝文武没一个同意的。这长公主真是了不起啊！她本就有这样的能耐，是我当时没有自知之明，不懂得珍惜。侯爷，您说好这个月让我管账，为何又让账房先生来管？您这是信不过我。账目的事，你若能理清，本侯自然让你管。你连下人的月钱都算错了3次，本侯如何放心交给你？我那是还没上手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驾！去给他一些吃的，告诉他若无处可去，可以去善堂学些本领。姑娘，这是殿下给你的。殿下仁善，不忍见人受苦。前面就是善堂了，你若是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，可以到善堂去学一些本领，也不至于流离失所。